2026年4月16日晚上，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红毯照例是星光璀璨、争奇斗艳的名利场。但说实话，今年真正让大众记住的，可不是哪条压轴的高定礼服，也不是哪位明星佩戴的稀有珠宝，而是一个几块钱就能买到的彩色小风车。推广大使谭健次一身剪裁利落的灰色西装登场，肩线挺拔，步伐从容，可偏偏手里攥着个会呼啦啦转的小玩意儿。这画面乍一看有点违和，但细品之下，反倒透着一种难得的松弛感。咱们平时看惯了红毯上那种生人勿近，连呼吸都带着计算的高冷姿态，突然冒出个愿意拿着玩具走秀的艺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好奇。其实这种反差恰恰说明了他没把红毯当成必须绷紧神经的战场，而是当成了一场可以自在呼吸的行业聚会。在我看来，真正的自信从来不需要靠厚重的盔甲来武装，敢于在镜头前流露一点不设防的孩子气，反而是一种更高级的从容。当整个场子都在比谁更耀眼的时候，他偏偏选择做那个让人想靠近的人，这种反套路的出场本身就已经赢了。没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风车，直接成了当晚的流量密码。从举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到匆匆穿梭的场务工作人员，甚至其他候场的嘉宾，只要打他身边经过，手就忍不住往他肩膀或者手臂上轻轻搭一下，顺手还要逗弄两下那个转个不停的风车。你一下我一下，短短几十米的红毯动线，他愣是被入围成了个人型解压玩具。说实话，放在内娱这种极其讲究分寸、忌讳越界的场合，这种近乎冒犯的肢体互动其实挺少见的。换做脾气稍微急点，或者包袱稍微重点的艺人，估计早就眼神警告，加快脚步，甚至直接让保镖隔开了。但谭健次呢？全程没躲没闪，就乖乖站着，嘴角还挂着笑，甚至有人摸他肩膀的时候，他还微微侧过身去配合，眼神里连一丝被打断的不耐烦都找不到。你不得不佩服，这得是多大的情绪稳定值，才能接住这种突如其来的热情啊！我个人觉得，这根本不是他刻意演出来的好脾气，而是骨子里那种不具攻击性的温和在自然流露。当一个人心里没有防备，也不觉得被冒犯的时候，他对外界的触碰自然也就少了抵触。这种松弛感，恰恰是现在娱乐圈最稀缺的奢侈品。他提醒我们，明星也是活生生的人，也会因为一点突如其来的善意互动而露出最本真的反应。红毯上的热闹还没散，后台的一段花絮又把他的温柔值拉满了。当时有个刚入行，明显有点紧张的小记者拿着风车做道具做采访，结果手一滑，风车啪嗒掉在了地上，场面一度有点小尴尬，镜头也瞬间聚焦过来，可谭健次连犹豫都没有，极其自然地把自己手里那个转得正欢的风车递了过去，还顺手帮他理了理有点歪的麦克风线，低声安慰了两句。这个细节被现场镜头捕捉到后，直接让不少人破防了。咱们都知道，娱乐圈的镜头前多少反应都是提前对过稿的标准答案，但这种下意识的体贴是任何公关团队都包装不出来的。他递过去的不只是一个风车，更像是在给一个新人递一份底气。我常跟同行聊，判断一个艺人是不是真性情，别看他在采访里说的有多漂亮，就看他在没人盯着的角落里怎么对待小角色和突发状况。谭健次这一举动，没上热搜前可能没人注意，但一旦被人看见，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养是骗不了人的。说白了，温柔从来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对他人处境的敏锐共情，是知道别人可能会尴尬，所以主动递上一个台阶的体面。这种能力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名利场里真的太难得了。很多人以为他拿风车就是图个好玩，蹭个热度，但其实稍微做点功课就知道，这可不是随便抓的玩具。那个7叶片的彩色风车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视觉的核心符号，7片叶子分别代表着电影作为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建筑、诗歌之后的第7艺术。作为本届的宣传推广大使，他拿着风车走红毯，本身就是一次对电影节文化内核的具象化表达。你再回头看看他和北影节的交集，2021年他是舞台上的表演嘉宾，青涩却认真；2025年他坐在了注目未来短片单元的终审评委席上，开始用专业眼光审视新人。到了2026年，他已经站到了宣传推广大使的位置上，肩负起向大众传递电影文化的责任。这5年，一步一个脚印，从台前到幕后，从参与者到引领者，这条清晰的进阶曲线背后，是他对表演事业的死磕和对电影艺术的敬畏。说实话，我挺欣赏这种把热爱做成事业的节奏感。他不需要靠绯闻或者营销来维持热度，而是用作品和行业认可来铺路。
他手里的风车转动的不只是童趣，更像是在用一种最接地气的方式告诉大众，电影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展品，它也可以像风车一样，只要轻轻一吹，就能在生活里赚出快乐和共鸣。事情发酵之后，社交平台的服务器差点被网友的热情挤爆。谭健次风车、谭健次好乖、北影节人形吉祥物这几个词条轮番霸榜，粉丝们更是自发产出了海量表情包和动图，把他被摸时微微点头，嘴角含笑的样子，配上快来 Rua 脾气超好的文案，传播速度快得吓人。你细看这些二次创作，会发现里面几乎没有攻击性，全是一种带着善意的调侃和喜爱。这其实反映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现象，现在的观众早就厌倦了那种被资本精心包装，时刻保持完美距离感的纸片人明星了。大家更愿意为真实、鲜活，甚至带点笨拙的真诚买单。谭健次这次意外出圈，说白了就是因为他主动卸下了那层偶像包袱，允许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被打趣、被靠近的活人。在我看来，这种破圈不是靠营销团队熬夜策划出来的，而是网络时代对真实感的一次集体投票。当明星不再端着，观众自然也就不再仰视；当互动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双向的平视，这种轻松的氛围才是健康文娱生态该有的样子。它悄悄改变了我们看待艺人的方式，不再把他们供在神坛上，而是当成可以分享快乐的朋友。在电影节期间的媒体群访里，谭健次提到电影时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电影是治愈人心的精神食粮。这句话乍听很常规，但结合他当晚的表现，你就知道这绝不是走流程的客套话。他为什么愿意在红毯上保持那种不设防的柔软姿态？因为他打心底里相信，电影的力量不在于制造焦虑或者贩卖完美，而在于提供慰藉和共鸣。他手里的风车，他面对镜头时的微笑，他对待周围人的耐心，其实都是这种理念的延伸。咱们常说人戏合一，一个演员如果自己的生活哲学和艺术追求是割裂的，他演出来的角色总会隔着一层纱。但谭健次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统一感，他把对电影的敬畏化做了日常的温和，把对观众的尊重落在了每一个细微的互动里。我个人一直认为，真正的艺术感染力从来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靠创作者自身散发出的磁场。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推广电影不需要声嘶力竭，有时候一个会转的风车，加上一个真诚的笑容，就足够让很多人重新想起自己为什么喜欢看电影。这种用生命体验去反哺作品，再用作品温度去回馈大众的闭环，才是演员最珍贵的底色。红毯的灯光总会暗下去，华服和珠宝也终会被下一波潮流取代。但当多年后大家再提起2026年的北影节，我相信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不会是某件天价礼服或者某场争番位的暗战，而是那个穿着灰色西装，手里攥着彩色风车，被人摸了一把又一把却始终眉眼弯弯的身影。这个画面之所以能戳中人，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这个大家都习惯竖起尖刺保护自己，连社交都要计算 ROI 的时代，居然还有人愿意毫无保留地展示善意和温柔。亲和力的魔力真的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叙事或者精心的剧本，它只需要一点不设防的真诚和一点点愿意与世界和解的童心。谭健次这次的红毯之旅，看似只是一场轻松的意外互动，实则是一次关于如何与公众相处的生动示范。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而造梦的人首先得自己相信梦里有光。但愿这样的温柔能被更多人看见，也但愿未来的红毯上能少一点紧绷的较量，多一点像风车一样轻盈自在的转动。毕竟能让人会心一笑的瞬间，往往比任何华丽的排场都更经得起时间的打磨，也更能在人心底留下长长的回音。